2025年5月，新加坡 CATB 用车证价格突破了12万新币，这在许多国家足以买一辆豪车。而在新加坡，这却只是你拥有一辆车的一张资格纸。新加坡有1/3的家庭拥有汽车，但同时约90%的人都觉得买不起车。这种矛盾的现象背后，关键不在买车本身，而是 COE 高昂的价格如何影响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。为什么 COE 价格屡创新高，又如何改变了新加坡人的选择权？今天就跟我一起来了解这些背后的真相。第一章，用车证是如何成为社会资源分配器的。很多人对用车证的理解停留在贵这一层，但其实它的本质是一种资源分配工具，也成为了无形的社会阶级门槛。1990年，新加坡推出 COE 制度，以控制车辆增长速度为目标，并确保公共交通系统与城市规划的高效率。如今，每年车辆增长率被压缩到 0.25%。以2023年数据为例 ，CATB 用车证的供给仅 3.2万张，但市场需求已超过5万张，必然导致价格飞涨。更重要的是，用车证已经悄然融入了社会阶级结构。前10%收入家庭月薪均值约12000新元，而普通家庭收入中位数为10869新元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，COE 的价位意味着在住房、教育和交通这一连串预算中必须做出艰难取舍。它不仅仅是一张车主的资格证，更是一种迫使社会做出选择的税收工具。那么，用车证真的只影响买车人吗？并非如此，所有人都在为城市里用车者的社会成本埋单，比如拥堵费、道路空间减少，以及更高的生活成本等等。这种教育成本的外溢对整个社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。第二章，全方位解读 COE 的规则和小窍门。很多人都觉得 COE 竞标过程很复杂，其实只要掌握技巧，就能以更低的价格拿到用车证。例如2023年，有一位用户选择在公共假期前投标，以78000新元成功中标 CATB 用车证，比市场均价低了4000新元。这是因为假期期间参加竞标的企业和个人较少，竞争相对减弱。COE 竞标每月固定在2次，时间为第1和第3个星期一的中午开始，持续3天，周3结束。竞标者需要设置一个合理价格，还得提前支付定金，比如汽车类别需要1万新元。此外，中标者实际支付的并不是自己的出价，而是为中标者的最高价格加1新币，这被称为配额溢价 POP。稍加分析历史数据，就能找到一些降低竞标成本的机会。不过，直接参与竞标也有挑战。数据显示，多数人尝试3次以上才成功中标，这不仅费时费力，还要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。此外，仅有 18% 的 COE 直接由个人竞标成功，车行因掌控配额而加价出售，抽成通常在5000到15000新元。尽管如此，如果能巧抓时机，勤做功课，普通人仍有机会在规避高价的同时竞标获胜。第三章，用车证到期之后的得与失。用车证10年到期后，你需要做一个选择：续期 COE 还是注销车辆。选择续期，虽然费用显然比买新车低，例如2025年 CATB 的续期费用预计为68000新元，而买新车则可能高达18万新元。但续期也面临潜在问题，车辆使用年限增加的同时，维修成本可能每年需要额外1万新元以上。而如果选择注销车辆，你还能通过 PARF 回扣拿回一部分钱，具体金额取决于车辆的车龄和 AM 原产价值。例如 AM 为2万新元的车辆，回扣金额随着年限递减，第10年几乎归零。与此同时，卖车还可以尝试联系东南亚市场的出口商，有些公司愿意支付最多8000新元收购你的旧车残值。续期还是刹车，取决于车主的预算和生活方式。相比之下，每个选择都有得与失，需要观察市场和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。第4章，用车证之外，普通人还有替代方案吗？私人用车的高昂成本正在迫使许多人寻找替代交通方式。2023年，新加坡的汽车共享和私人租车市场迅速崛起，特定企业如 Blue SG 注册用户已达20万，月均开销仅为300新元，比传统私人用车的1800新元成本低得多。对于灵活用车的年轻人来说，这种模式尤其经济实用。数据也显示了3种不同交通方式的特定人群：一、家庭或高频用车者适合选择私人用车，但需承担每月超过1800新元的开销。2、青年群体或周末用车者适用汽车共享模式，花费灵活，每月约300到600新元。3、公交与打车相结合的方式，则是市中心办公族的最佳选择，平均每月支出约200到400新元。通过这些替代选择，许多家庭减少了昂贵的交通费用，为实现更有趣、更多样化的生活目标腾出空间。比如省下的资金足够全家1年去日本旅行一次。对于越来越注重生活模式自由的新加坡居民来说，驾车不再是唯一选项。第5章，用车证背后，关于新加坡人的城市哲学。用车证不仅仅是一项政策，它反映了新加坡的一种生活理念。这项制度与欧美国家普遍推崇的自由用车文化背道而驰，更加注重效率、高效空间利用以及社会整体利益。
高昂价格让私人车辆变成了一种奢侈品，而被视为社会阶级的象征。政府通过这项收费制度调整资源分配和优先级，限制私人车辆数量，为公共交通系统创造更多利用空间。这种选择表明，新加坡人愿意放弃用车自由，以换取城市的高效运营和世界级的交通便利。下一次看到 COE 价格，这不仅是一个数字，也是新加坡追求未来和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缩影。用车证不是强加的枷锁，而是一个迫使我们重新思考选择的机制。生活的真正自由，或许并非在于能否拥有一辆车，而是如何选择适合自己需求的生活方式。这个自由选择才是新加坡人最珍视的核心价值，而用车证正是这种哲学的最好体现。所以你怎么看新加坡的用车证？你觉得买车值不值，还是更愿意尝试其他模式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故事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请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别忘了打开小铃铛通知。我们下期见。